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最近很多观众朋友想要询问的清爽型的产品。今天会分享的产品是面霜为主，之后也会分享精华化妆水。另外提一下，今天的产品也适合很多的青少年的朋友们使用的，所以青少年的朋友们也可以看这一集。所有产品的成分已经被我把关过了，敏感肌的朋友们可以安心的观看。赶快开始今天的内容了。首先呢，我会先从最清爽的质地到比较滋润一点、有保湿度的产品开始分享，因为每个人对于清爽的标准还是会有点不一样。第一个要分享，我觉得最清爽的产品呢是这一款。曾经分享过的300 ml 的柚子美白凝胶面霜，这一款柚子面霜呢，在3年前左右吧，有一直推它，因为它实在太好用了，它的肤感是非常的清爽，很容易被皮肤吸收，而且它吸收完之后很神奇哦，它有控油的效果，会让你一整天下来皮肤的油脂部分会没有出那么多。它的质地就是完完全全的凝胶状，有一点立体感的凝胶，涂抹开之后，它的质地是变得比较轻薄的，非常的舒适，而且它会有淡淡的柚子的清香，这个清香来自于它成分里面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有添加90% 的柚子的提取物，以及5% 的烟酰胺的成分。另外，它有添加多种的积雪草的配方，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冰川水、茶树叶水，还有一些舒缓的成分 B5 没药醇、维他命 E， 还有 B12。除此之外，它有添加一些美白的成分。谷胱甘肽、维他命 C， 它的成分也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酒精和 PEG， 但是它有添加一些精油的成分。它的香味其实是非常的清淡，涂抹开之后就消失了，所以这个精油量应该不会很多，主要都是柚子的清香。因为呢，它里面有添加一些比较刺激的精油成分，比如说柠檬皮油、芳樟醇以及柠檬烯，这几个成分对我来说通常会比较刺激一点，也是对于大部分的敏感肌都会比较容易有刺激感。但是这个面霜我使用的感觉，尽管我的皮肤有一点不稳定，我用它都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不会有刺痛感，所以我觉得它的刺激度算是比较低的，蛮舒适的。而且我用完它之后再加 The Lab 的这款物理性防晒叠加在一起使用，一整天的出油量蛮刚好的，是不会满脸油光，而且很舒适很清爽，更加的不容易长新的痘痘粉刺，因为油脂比较少。这款面霜夏天还蛮不错的，然后最重要了，它的美白的效果也是蛮显著，用它之后皮肤会比较亮哦。我觉得它的性价比真的很高，也特别适合偏油肌肤，夏天的时候使用，那这款还是很推荐的。现在的使用感跟以前一样，都是很推荐，很好的成分跟以前都没有变过，而且包装啊是100毫升，一样都是这么大的容量。这款呢是在它的官方网站买的，虾皮里面有300 ml 的官方网站可以去搜寻看看。但是如果你皮肤是比较干的朋友们呢，我就不建议涂这一款，因为会让你的皮肤更干，它会控油，所以要注意。这款就适合偏油肌肤使用咯。好，第二款我觉得很清爽的面霜就是这一款 S Nature 的浓舌男的面霜，它是一款保湿舒缓面霜，主要成分添加了50% 的浓舌男的提取物，另外有添加8种的不同大小分子的玻尿酸成分，所以它的保湿能力非常的好，而且它的质地真的好棒哦，很像精华霜一样，涂开之后真的很像涂精华，很舒适，你会瞬间觉得很保湿，有爆水的感觉，真的很像涂精华液。但是呢，它被皮肤吸收之后，你会感觉皮肤好清爽哦，同时也觉得皮肤有吸饱水，有补充到水分，不会说涂完之后就挥发掉，它是真正有做保湿的，而且质地又做得非常的清爽，很适合偏油又是敏感肌的朋友们。这款夏天使用真的非常棒，是我目前最喜欢的面霜之一啊！它是没有任何的香味哦，没有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如果你的皮肤非常的敏感、非常的脆弱，但是又想要找一款很清爽的面霜，这款
推荐你一定要试试看。我们看一下它的成分哦，这个面霜成分呢大概有25种，主要的成分添加了50% 的蓝色龙舌兰叶萃取物，还有料囊素以及多种的玻尿酸的成分。这款是纯素的配方，不过要先提醒一下，凝胶状的质地大部分呢比较容易会有搓泥的问题，但是这些产品呢，我用在我的脸上，只要我不要刻意去搓它，其实它是不会搓泥的。它跟我的防晒叠擦在一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刚刚推荐这两款都是没有问题的，很正常，算是比较不容易搓泥的凝胶质地。下一款开始会多一点点的滋润度咯，但是这款也是比较清爽的，就是 The Lab 的绿黄酮面霜。这绿黄酮的面霜呢，它的卖点就是有添加这个绿黄酮的成分呢，它可以帮助温和舒缓，让你的皮肤比较不容易长痘痘粉刺，所以它对于偏油肌肤的朋友们，很容易长痘痘朋友们又容易敏感的，也是很适合的。这个面霜我觉得也特别适合青少年的朋友们啊，就是会长痘的朋友。它的面霜质地是偏凝胶状，但是有一点乳白色，不是完全透明的，多一点点的锁水能力，可是被皮肤吸收之后啊，也是呈现比较清爽的肤感。这个绿黄酮的成分呢，我看了一下它网络上的介绍，说它这个配方是可以帮助舒缓镇定敏感肌肤，同时可以减少痘痘的产生，透过保湿的屏障来保持皮肤的水分，防止水分流失，而且不容易阻塞毛孔。它的成分是适合长痘的朋友们使用的。这款面霜总成分大概有34种，主要的成分添加了刚刚说的绿黄酮的成分，以及添加了柑橘皮提取物、葡萄基产皮素、角鲨烷、小球藻提取物、B5 料囊素、大豆的提取物、甘草酸二钾、维他命 E 等等的有效成分，成分还是不错的，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 PG， 没有任何的香味。这款就推荐给你们使用了。下一款呢，它也是一款凝胶状的面霜了，它的滋润度我觉得跟 The Lab 这款差不多，不会差太远啊，都是属于清爽的，但是有一定的锁水能力。这一款是 Beauty of Joseon 的红豆凝胶面霜，这个颜色是天然的，没有添加任何的色料，成分里也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皮基，没有任何的香味，使用感非常好，挤出来的质地也是非常的凝胶感啊，跟300ml有点类似，凝胶状的，但是它的滋润度会比较好一些，使用感以及它的效果会更适合我们这种底层缺水的，但是表面会出油混合性肌肤的敏感肌。这款我用它超级舒服，刚刚好。因为有些面霜我用完就觉得，好像太清爽了，我需要一些保护力。那这款我觉得对我来说又清爽，同时是有保护的感觉的。皮肤吸收之后变得越来越清爽，它会有一层膜的感觉，会有保护的感觉，但是又不是很滋润、很油腻的那种。可是它的凝胶状有一点点的厚度，会比这个 S Nature 呢会多一点点的厚度感，所以你感觉涂完之后虽然都是清爽，可是完全不一样。这一款是像精华的质地，那这一款呢还是有一点凝胶的感觉的。它的滋润感、保护感非常的舒服，而且会让我皮肤更加的舒缓，更加的稳定下来，所以我觉得它是有还蛮不错的修护的效果。我用它配合物理性防晒，其他的物理性防晒也是完全没有问题，不会有搓泥的问题啊！不要一直搓它，一直搓它，你怎么样？这种质地还是会搓出血出来的。我今天就是用这一款打底，再用这个物理性防晒，没有搓泥的问题，一整天呢维持得很好，而且出油量的确是比平常用乳液状的产品呢更加的少一点，比较清爽一些，觉得皮肤感觉还蛮舒适的。我觉得这款用完之后，整个皮肤看起来有更好一些，可能看起来皮肤比较厚一点，就是有一个还蛮健康的光泽感，也不是油的那种，我是蛮喜欢的。如果你皮肤跟我差不多，这款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搞不好你也会喜欢。那它的主要成分添加了44.1% 的红豆提取物。红豆呢，对于皮肤其实有很多益处的，它们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它可以帮助维持皮肤的健康度以及促进细胞的修复。另外呢，红豆里面有花青素的抗氧化的成分，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皮肤的老化，所以红豆也是
是不错的抗老成分。除了红豆的成分之外，有添加 B5 尿囊素、甘草酸2钾、甜菜碱、贝塔葡聚糖多种的氨基酸的成分，六胜肽以及一些表皮生长因子。另外还有添加葵花籽油、B12、维他命 E 等等的有效成分，成分是还蛮不错的。这款面霜呢，比较属于有一点抗老效果的抗老保湿，质地比较清爽的面霜。虽然它的成分有抗老的功能，但是青少年也是可以使用的，因为它只是氨基酸那些多肽成分啊，氨基酸的成分其实我们皮肤也有，主要还是做修复修护，让我们皮肤屏障功能更强，更加的健康抗氧化而已。所以这个小时候已经可以做了，都是适合使用的，成分是很安全的。以上我说的所有面霜啊，配合我的物理性防晒都是蛮清爽的，不会油光很亮的那种。我是觉得应该符合清爽的标准嘛，你也不能只要清爽完全没有锁水能力。以敏感肌的标准来说，今天这些产品呢都是很棒很不错的，我用过一段时间才推荐给你们的。防晒部分呢，清爽的防晒，目前如果是物理性防晒，我只有这款目前觉得是比较清爽的，搭配我前面的面霜都非常的适合，不会搓泥，而且很自然。这款是前2集有分享过 The Lab 的纯物理性防晒，这一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物理性防晒算是比较清爽的，如果你是偏油肌肤，想要找清爽一点的物理性防晒，可以试试看这款。会反吸皮肤的油脂啊，会变成雾面的，目前没有了。以前有 Torridon， 现在没有了，因为 Torridon 质地有改变一些，不会变成雾面了已经。另外一款它也是有控油的效果，但是这款呢是物理跟化学的混合性的防晒，我觉得它的使用感会比纯物理性防晒再刺激一点点，但是它不会让我过敏。如果你皮肤很油的，没有那么脆弱，也可以试试看 Cinemax 的这款控油的防晒。这款是雾化防晒啊，有物理性的防晒成分，也有化学性的防晒成分。它的面霜质地是白色的，抹开之后蛮轻薄的，是很好吸收的。一开始会有一点白白的，但是你抹开均匀涂抹完之后，它是透明的，不会有白白的感觉。涂抹开之后是这样，不太会有泛白，但是它会有一层膜的感觉，会比一般的化学防晒多一点点的东西，可是又比物理性防晒清爽一些，透明一点的。我觉得用它也是有控油的效果，油脂分泌会少一点，但是它本身也有保湿度，不会说涂完之后超级拔干那种。可是如果你皮肤超干呢，有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拔干哦。正常会出油的朋友们用这个应该是蛮舒服的，它也是不会搓泥，不会跟底妆打架，使用感还是不错的，而且防晒能力很强，比较防水的需要卸妆。它有 SPF 50度加 PA4个加的防晒系数，里面有3种的化学性防晒以及2种的物理性防晒，成分添加了稳定的防晒功能，会比一般的化学防晒更加稳定持久。总成分大概有37种，它的防晒成分添加量蛮高的。第2个成分添加就是氧化锌，物理防晒的成分。除此之外，它有添加烟酰胺、多种的植物提取物、玻尿酸、腺苷、贴品烯、维他命 E 等等的成分呢。刚刚说到贴品烯这个成分也是茶树里面会有的，这个成分是可以帮助皮肤镇定、消炎，帮助减少那些痘痘的细菌产生，所以它也是适合容易长痘、偏油的皮肤朋友们啊。这款也是不错的防晒，比较少提到它，但是曾经有分享过。Cinemax 的官方网站有卖哦，大家可以在虾皮的 Cinemax 的官方网站去逛一下。讲到防晒，我还是顺便讲完嘛。这个是化学性的防晒，如果你在外面要补防晒，比较不方便补防晒的朋友们，可以用这种扭出来的，它是膏状的，然后你可以直接用在你的皮肤，其实它就吸收了，你也不需要去按摩。它是很轻薄的，非常的清爽。这个防晒我平常有时候下午的时候或者中午我要出去，但是我觉得我的防晒已经掉得七七八八了，我就会用这个来补一下。其实你本身有涂物理性防晒再叠加它都没问题的，你是可以叠加在一起，反正都是防晒的成分。然后我就会重点去这样子涂抹，
厚厚的，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有厚度的膜，你也不用去用手碰它，那就比较方便一点，不用洗手去补擦防晒。这款如果你下次使用，可以先把表面那一层抹掉，然后再使用，那就比较不会有卫生的问题，表面那一层可以擦掉，而且它真的超级清爽呢。刚刚用完之后是刚爽到好像没擦东西一样，但是还是会有感觉啦，有擦跟没擦有感觉，它会有亮亮的有一层膜。这款化学防晒我就觉得它超级清爽，也很适合偏油肌肤想要在外面补防晒的朋友。它是没有任何的香味，没有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 添加。这款是 B Lab 的抹茶化学性防晒，这个是防晒棒，在虾皮就可以找到，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我的资讯栏。这个我觉得长期使用还不错的，它的使用感是绝对清爽，是比我前面分享过的所有化学性防晒都还要清爽啊！这个推荐给你们。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哦。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请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别忘记分享、订阅、按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吧，拜拜。